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要来教大家，如果在登山的时候发生紧急状况，如何在手机上面求救，还有事先准备好离线地图跟发送坐标，还有求救的 App。那今天会做这一集呢，主要就是最近有发生一个山难事件，我觉得还蛮重大的。还有呢，就是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，过去几年迷路而导致山难事件的这个件数呢，逐年的攀升。那大家都知道台湾拥有美丽的高山，但是登山的危险性呢，真的是不可以小看哦，一定要做好十足的准备跟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来教大家，如果在收讯极差，甚至是没有收讯的山林里面，要如何利用手机自救，还有如何事先准备好离线地图，让手机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。那第一个，大家如果发生紧急状况，通常会拨打的都是119跟110，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山里面呢，讯号很差，甚至是没有讯号的话，连119跟110都打不出去。这个时候呢，请记得要拨打112。112呢是一个全球行动电话都可以拨打的紧急求救号码，就算没有 SIM 卡呢，只要你的手机还有电，而且在任何一个基地台信号的涵盖范围内呢，都可以拨打，没有错，任何一间电信商的讯号范围内都是可以的哦。那这个112拨通之后呢，会是一个语音转接的机器人，它会说这是紧急求救电话，报警请按0，救援请按9，然后接着呢你就按0或9，它就会帮你转接了。那除了尝试拨打紧急求救电话之外呢，你也可以事先下载好119报案的 App。 那使用这个 App 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今天它的报案位置会比较精准。当你使用这个119报案 App 的时候呢，它会一起传送你的 GPS 坐标，但是如果你是拨打112的话呢，你的坐标会是基地台的坐标，所以就会跟你的实际坐标有一些落差。那这个 App 呢，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，你只要在里面呢按右下角的搜寻，那我们在搜寻栏这边呢打119，然后这边大家就看到这个119报案 App， 点下去，然后就会出现这个，你就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把它打开。那我们进到这个 App 之后呢，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个界面哦。在上面呢会有个定位状态跟网络状态，因为它是使用 GPS 还有网络来帮你定位的。然后下面呢有3个按钮，就是火警啊、救护报案跟简讯报案。这个简讯报案呢，就是这个 App 蛮大的一个优点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聋哑人士，或者是收讯真的非常差的话，你就可以先把简讯传出去求救。那你的手机一旦抓到讯号之后呢，就会把这个求救讯号传出去了。而且呢，它里面会是带有你坐标的讯息的。大家看到下面这一行呢，就是你的经纬度，然后它会把 GPS 的坐标传送出去。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呢，就是你一旦求救成功，就是你今天有拨打电话成功，或者是简讯有成功传送出去的话呢，就千万不要再移动你的位置咯，因为这样子呢会延后搜救小组抢救的时间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你一定要先到设定里面把你的资料先写好，就是在这个齿轮这边设定。这里面呢，你可以事先把你的姓名、还有电话、还有紧急联络人先写好，这样在求救的时候就可以缩短时间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模拟一下，例如说你今天发生了山难的话呢，我们按一下这个简讯报案，这边呢它会让你选类别跟地址嘛，我们先按一下这个类别，这个类别这边我们选最下面的其他，然后你下面会让你选说你今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它里面呢就已经预设有这个山难的选项了，我们按完成。然后下面呢，它会让你写地址啊，还有待救援的人数。然后写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按右上角这个传送简讯。那如果当下没有讯息的话，就像我刚才讲，它一旦找到讯号，它就立刻把这个简讯传送出去了。再来第二个，大家登山一定要装的 App 是这个台湾大地罗盘。它一样呢，可以在 App 里面快速取得你的 GPS 坐标，并且以简讯传送出去。而且它里面呢有内建各县市消防局的简讯报案电话，可以在 App里面直接完成求救的步骤哦。那一样呢，这款 App 是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的，你只要在里面搜寻台湾大地罗盘就可以找到了。打开之后呢，它会是一个罗盘的界面，然后往左滑呢会是地图，不过它好像是没有附带离线地图的。它下面呢也有一些经纬度的数据。那假设今天你发生紧急状况，你需要求救的话呢，就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按键，我们按一下这个纸飞机。这边呢，我们先按一下这个传送到其他城市。下面呢，它会让你选说传送简讯，按这个。然后在收信人这边呢，我们按一下这个消防局。
里面呢，你就可以依照你的县市去选取，例如说台北市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我需要求救或回报状况，我们按这个勾勾。然后呢，时间我们就填可能现在或坐标时间都可以。下面就填一下你的资料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你的状况是怎样。那填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按一下这个箭头，它这边呢就会是简讯的内容，就是里面会有一些重要的资讯。那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，我们按一下这边这个分享键。这边它就会显示整个简讯的收件人跟内容，那没有问题你就按这个蓝色的传送键就可以咯。那如果你今天刚好非常幸运的找到网络讯号的话，你也可以利用你的 App 来发送你的坐标哦。我们先打开 LINE 的其中一个聊天室，在聊天室里面呢，我们按一下左下角的加号，这边呢有一个按钮叫做位置资讯，点下去，这边呢它就会把你的坐标显示出来，然后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分享。然后它就会把你的位置传送出去了。那这边呢，要再提醒一次呢，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就是台湾大地罗盘啊，或者是你的119报案，如果你是用简讯传送出去的话，你一定要先按传送，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讯号，因为你的手机一旦抓到讯号，就会把简讯传送出去了。再下一个呢，我们来教大家如何提前下载登山的离线地图。那这边呢，我们会提到2款 App， 一款是免费的，一款是付费的。那第一款 App 呢，要介绍给大家的是这个 Hiking Book， 一样呢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。那第一次下载完，你按进去的时候，它会要你注册。那注册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下载台湾的地图。下载完台湾地图之后呢，你先到你想要登山的地方，你把它放大。然后例如说在南部好了，它就会要你去下载这个地图，你就下载。那在下载同时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款 App 它也是会抓你的 GPS 坐标的，所以利用这个坐标跟它下载这个离线地图搭配起来，你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你现在在地图上面哪一个地方，就可以避免你走失的这个情况。那还有呢，就是因为这款 App 是免费的嘛，那如果你今天需要求救的功能啊，或者是有其他一些进阶的功能的话，也还是需要付费。那我们等一下讲的那一款就是山林日志呢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需要付费的 App， 那它里面就是求救啊，什么路线什么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。好，我们就以内湾山来当成一个例子好了。你下载完就是南部或者是北部的地图之后呢，它就是会包含所有登山路线，然后你今天就可以在这个地图上面看到你的位置，然后它左上角也有一个 GPS 讯号强弱的标示。然后在这款 App 里面呢，你可以直接利用中间这个开始的按钮，你可以记录你的起点，然后记录你走过哪些地方。然后下面也有更多功能，就是你可以规划你的登山路线啊，或者是你可以探索不同的路线等等的。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它可以下载离线地图，还有抓你的 GPS， 就不怕走丢咯。那再来下一款 App 呢，是大家在网络上面风评非常好的一款 App， 那它是要付费的，它的名字叫做山林日志，大家可以到 App Store 里面来寻找一下，就是这款 App， 那它是要付费的170块，不过它里面的功能是非常的完整的，而且用过的人都说非常的好。它里面呢支援离线地图，然后有鲁地图，就算你今天没有网络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地图上面看到自己在哪里。然后呢，它也可以事先汇入非常热门的路线，就可以跟着走。然后这款 App 呢，它也可以抓你的 GPS 位置，然后传送求救的讯号。不过我猜它应该也是用简讯的方式，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蛮常爬山的话呢，我建议这170就不要省了，直接买下去吧。那其他一些重要的功能，像是它也可以记录你爬过哪些地方，会把你的路径全部都记录下来，也算是蛮重要的功能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登山手机自救的教学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觉得有哪一款 App 非常好用，或者是有哪一些方法我还没有提到的话呢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帮我补充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